一直以来，互联网上有个笑话，如果离谱这个事情有等级的话，那它一定是低度、中度、重度和硬度。笑话归笑话，不过印度这个国家这几年它就没少造那些让世人惊掉下巴的离谱事件。2024年3月1日，西班牙网红夫妇在印度旅游，被7名印度男子殴打和轮流性侵的丑闻，才刚刚过去没几个月。如果不是印度总理莫迪着急忙慌地亲自下场，向受害者提供11000欧元赔偿的情况下，差点引发印西两国的外交风波。这才没轻省几日，短短2个月不到的时间里，2024年4月21日，印度前总理德维高达的孙子，印度卡纳塔克邦下议院议员普拉杰瓦雷凡纳被爆出涉嫌对多达400多名女性进行性侵，并利用2800多个涉嫌性侵的影片敲诈勒索受害者。事件一出，不仅在印度引起轩然大波，在全球范围内也迅速登上各大热搜排行榜的热搜榜。随着事件的不断发酵，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开始勇敢发声。其中，普拉杰瓦家的一名女佣报警控告普拉杰瓦和他的父亲哈达纳哈利利用身份特权对其进行性骚扰，一时之间好不热闹。一边是代表印度的权贵阶级，一边是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受害者。全印度的民众开始沸腾，普拉杰瓦和他的父亲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何会有如此胆大行径，做出如此无耻迷惑的恶劣行为？印度这个东方古老的国度究竟怎么了？为何炸裂事件层出不穷？普拉杰瓦这个孙子到底咋的了？鼓励大象马上开始。大家好，欢迎收看《万象奇谈》，我是大象。整个事件爆发的源头，我们需要从2024年，也就是今年的4月21日的一个下午开始讲起。当时在卡纳塔克邦多个地铁站、公交站以及公园的长椅上，突然莫名其妙地出现了很多散落各处的 U 盘。好奇的路人将其打开后，发现 U 盘里面存储着大量的关于性暴力的视频。影片的内容显示，一名印度男子在这多达2800段影片视频里，对不同的女性进行性侵及性暴力。可想而知，这2800多个视频迅速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后，将会引起怎样的山呼海啸？很快，印度人民毫不费力地就揪出了视频里的男主角，他不是别人，他就是正在选区试图竞选连任的印度人民党议员普拉杰瓦雷凡纳。您要问为什么这么快普拉杰瓦就被揪了出来，那还真的只能怪他自己了。普拉杰瓦这个孙子对着镜头不加掩饰的丑恶嘴脸，在那2800多段视频影片里一览无余。根据印媒《今日印度》的报道，现年33岁的普拉杰瓦是印度前总理德维高达的孙子，来自卡纳塔克邦的重要政治派别人民党。事发前，他正在本次大选中试图竞选连任。今日印度称，普拉杰瓦所在卡纳塔克邦哈桑选区于4月26日举行投票。不料，4月21日，关于他性侵犯的视频突然开始在网上流传。东窗事发后，2024年4月26日，普拉杰瓦从班加罗尔逃往德国。次日，卡纳塔克邦政府成立了特别调查组，随后就对普拉杰瓦发出了蓝色通缉令，并正在寻求国际刑警组织的协助。这里多说几句，大象特意去查了一下，这个蓝色通缉令，印度的蓝色通缉令被用于对涉嫌严重犯罪的人员发出，特别是在涉及到高级官员或知名人士时更为常见。在印度，蓝色通缉令也被当地法院用于处理重大案件，例如尼西亚南达因涉嫌强奸和绑架，被印度法院签发不可保释逮捕令，并成为国际刑警组织蓝色通缉令的对象。印度蓝色通缉令的历史和起源与国际刑警组织的蓝色通缉令紧密相关，同时也反映了印度国内对于重大犯罪行为的法律应对措施。回到案件本身，就在普拉杰瓦逃往德国的第2天，更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普拉杰瓦家的一名女佣报警控告普拉杰瓦和他的父亲哈达纳哈利对其性骚扰。目前，警方已将普拉杰瓦的父亲哈达纳哈利逮捕归案。印度网媒 Mint 新闻网报道，普拉杰瓦父子将面临3项与性侵犯有关的指控。除上述性骚扰指控外，
一名人民党议员指控普拉杰瓦用枪威胁强奸了他，还录了像，并以此要挟他。此外，第3起案件更是指控哈达纳哈利绑架一名妇女。今日印度的报道指出，一些受害者因为视频流出而感到害怕和耻辱，已在过去10天内离开了自己的家。一名受害妇女的女婿称，村里的人现在都知道自己的岳母是普拉杰瓦强奸案的受害者，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返回村里继续生活。然而，普拉杰瓦在逃往德国前仍试图为自己辩护，他向警方投诉称，视频都被篡改了，并被传播以玷污他的形象，并毒害选民的思想。其父哈达纳哈利也称这是政治阴谋。在我40年的政治生涯中，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普拉杰瓦所在的党派在卡纳塔克邦与印度人民党是盟友，这立刻引起反对党国大党的批评。国大党领导人拉胡尔·甘地近日在卡纳塔克邦竞选造势时，公开指责印度总理莫迪，声称印度人民党的领导人都知道普拉杰瓦是个强奸犯，但仍与他结盟，在竞选中为他造势。此举是在为强奸犯拉票。还有人要求莫迪打破沉默，出面表态。卡纳塔克邦地区有国大党抗议者上街，要求迅速逮捕普拉杰瓦。那么问题来了，这些视频到底是谁放到了任何人都可取得的公众场合的呢？根据英国《泰晤士报》的报道，这些视频的泄露与普拉杰瓦的一名助手兼司机有关。1年前，两人发生过激烈的争吵，司机怀恨在心，相信他有借机泄愤的私人恩怨为理由，索性公开了如此炸裂且格外刺痛人心的隐秘影片。4月30日起，班加罗尔的街头，人们举着普拉杰瓦的照片奔走疾呼，抗议不公。然而，如此铁证的面前，普拉杰瓦死不认账，拒不认罪，哪怕是抛家舍业逃亡德国。如此荒诞和离谱的案件在印度并不鲜见，往往涉及的特权阶层给无辜底层的民众造成绝望且无能为力的反抗。1992年6月20日，印度一个叫做瓦扎蒂的村庄遭遇了噩梦般的一天。一支由155名林业部门工作人员、108名警察和6名税务官员组成的队伍，以包庇走私犯为由，突然闯进了瓦扎蒂村民的家中。他们殴打男子，破坏房屋，杀害牲畜，强奸了18名妇女，还将100多名妇女和儿童带走，拘留了数月。这便是让全印度为之胆寒的瓦扎蒂案。然而269名被告始终否认暴行。虽然在全印度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推动下，案件才缓慢推进，但泰米尔纳德邦政府也只是向18名妇女每人发放100万卢比的赔偿金。269名被告中，仅有17人被判强奸罪，其他200多人至今仍逍遥法外。面对强权，有人选择忍气吞声，有人则选择了极端的方式。2021年8月，印度新德里最高法院门口，一名24岁的女子和她的男性朋友做了一场特殊的网络直播。他们把汽油洒满全身，带着哽咽，诉说着自己的无助。他们一直在逼我们去死，我们希望你们所有人，北方邦和全国的民众都能听到。最后，两人绝望地点燃汽油，以自焚的方式结束了生命。这场惨剧震惊整个印度，媒体很快探寻出了事件缘由。自焚女子是印度北方邦加兹普尔区的一名学生，在参加学生会选举时偶然认识了社会党议员阿图尔拉伊，并曾向他寻求过经济资助。2018年3月7日，拉伊把这名学生叫到家里，实施了性侵，并将侵犯全程录下来，威胁对方如果敢说出去就对外曝光视频。遭受侵犯后的女孩并未选择沉默，而是勇敢报警寻求援助。2019年6月，拉伊被拘留，似乎是正义得到了伸张。但魔幻的事情接踵而来。先是拉伊一边吃着牢饭，一边正常参加并赢得了印度人民院的选举。接着拉伊的哥哥又跳出来指控受害女子伪造文件，串通法院给他发出了一份不可保释的逮捕令。之后，女子的父亲向媒体证实了议员的骚扰。自2019年以来，这名议员及其同事一直在骚扰他，他们想让我们撤诉，但我们没有。他们还拿出一些视频威胁我们，但我女儿说她要反抗。只是女孩的老父亲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女儿最后会以如此决绝的方式来抗议不公。2018年，
一名女子在遭人民党议员库尔德普·森加尔强暴后，警方不仅不抓捕嫌犯，还暗中勾结森加尔，肆意逮捕了受害人的父亲。不久，受害人的父亲在拘留所里离奇死亡，女子维权无门，绝望之下试图自焚，引发社会关注。最后，借着不断扩散的舆论，这个案子才有了眉目。最终，法院判处森加尔终身监禁。朋友们，是不是很难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屡屡让受害者濒临崩溃、绝望寻死？换句话说，平均每日记录案件就有1172起。在2020年的公布的详细数据里，警察局平均每天记录80起谋杀案和77起强奸案。朋友们，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这仅仅只是报案数据，还有很多受辱女性出于各种忧虑和威权高压之下，选择缄默，独自承受。那些与施暴者同一阶层的利益群体对受害者的冷嘲热讽，更是令人毛骨悚然。2020年，一名印度女性公开指控议会领导人对她实施强暴。印度喀拉拉邦议会领袖拉玛钱德兰对这名女性的遭遇嗤之以鼻，并发表一席暴论。他高高在上地狂吠道：“任何一名女性被强奸，有自尊的话就会去死，或者避免再次被强奸。”但是这个女人一直在哭诉自己一次又一次被强奸。印度各大党派的官员可以说是把受害者有罪论的无耻精神发挥到了极致。那么，印度女性为何要遭受这般不公与欺凌？有人说是宗教文化里的重男轻女，也有人说是印度警察的低效无能。但如果政府议员都大肆欺压女性时，平民女性被尊重的诉求何其艰难。这一点与我们上期节目中谈到的日本伊藤诗织对山口敬之性侵事件发起的诉讼一样。当权力的主体与施害者是同一主体，被害者的自证就永远是个陷阱。当涉嫌性犯罪的对象是有权有势的人时，处于弱势的一方总免不了委曲求全，甚至不敢发声。那么到底是什么造就了今天的印度？究其根本原因，或许以下的内容能够让我们管中窥豹。各种滥用职权的操作不断颠覆着选民的认知，磨灭期待。2021年，印度一官员和一女子的不雅视频爆出，他通过为女子提供工作进行性勒索。再比如2023年，印度警方对国会议员迪拉吉萨胡展开突击搜查，结果直接轰动全国。这位议员的家里居然存有35.3亿卢比的现金，足足176袋，35亿卢比，什么概念？家里一屋子都是钱，像砖头一样整齐摞好的纸币。为了清点钞票数额，税务机关特意请3家银行帮忙，出动80余名工作人员，搬来40台点钞机，24小时轮班，花了近1周的时间才勉强清点出来。他最初被税务机关盯上，是因为参股了一家酒类公司，企业账目多处异常。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萨胡不仅坐拥巨额现金，还奥里萨邦、西孟加拉邦等地拥有超30处的房产。一个议员拿多少工资能有这么多钱？自事件被新闻曝光后，涉案党派一直保持沉默。最后，印度总理莫迪不得不站出来，强烈谴责说，每一分钱都必须归还。至于这些来路不明的钱，最后到底归还何处，印度政府又没了下文。2010年，印度在筹备英联邦运动会期间，组委会主席被爆出涉嫌天价采购物品。一卷卫生纸，组委会购入价为68.2美元，实际市场价仅0.4美元。另外，在政府投放1.15亿美元的英联邦运动会基础建设中，组委会至少私吞了2000万美元。尽管政府随后迅速成立委员会，专门调查资金挪用问题，但反腐之路在印度推进的异常艰辛，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似乎成了印度政府应对腐败的惯用手法。2012年，印度北方邦高官什武帕尔辛格亚达夫在一次会议上公然鼓吹适度贪污论，瞬间引发民愤。把他的原话翻译一下，大体的意思是，只要全身心努力工作，官员适度偷一点还是可以接受的，但不要太过分。2014年，莫迪上台，
重新启动了反腐败法案的修订，试图重构积极健康的政府形象。但谈何容易，陈年老疾何以清除？这部法案上一次修订还是在2005年，9年前，距离2014年莫迪就职，转眼又过了10年，转眼之间就来到了2024年。议员性侵400多名女性的丑闻，连带着2800段视频疯传网络，似乎这几十年的印度，除了国家经济腾飞，一部分人富得流油之外，啥都没改变。特别是关于女性性保护方面，一如既往的让人心寒。上至印度各路达官显贵，下至种姓制度最底层的庶民，类似的性丑闻遍布印度各个阶层。印度种姓分明，但施暴者却不分阶级。以上，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记得订阅万象的频道。平安喜乐。